三国》里的关羽真的是于荣光在演吗？饰演新三国徐晃的演员憋了16年，终于把内幕爆出来了。他说自己从头到尾都没在片场见过于荣光，所有对手戏包括打戏全靠后期拼凑，演员自己怼脸拍。如果剧中需要设计关羽骑马与别人同框的戏份时，便找替身以远景镜头替代。于是你便能看到孙乾版的关羽。这哥们在新三国里简直堪称替身救火员，哪里需要哪里搬。据网友统计，他至少在新三国中饰演过30个角色，从关羽到小兵到宣旨太监到行刑刽子手等等，而有的就只是换一套服装，看得让人一度跳戏。但以上这还不算什么，更绝的是白帝城托孤那场戏，陈伟老师爆料刘备真的在帐外安排了刀斧手。没错，原剧本就是这样写的。后来还是于和伟老师强烈要求，并与剧组几经沟通，才删除了这场有损刘备人格的戏。那个时候的认知有限，我拍这个新三国，问我想演什么角色，我张口说，我说曹操，他说这不行，他说曹操是建斌老师的，已经早就聊定了这个事，说那除了曹操，我说我演诸葛亮，他说那也不行，因为诸葛亮年轻，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不够年轻。他说跟这不是一波的，是他心里面就已经锁定不演。我说那就不演了。到最后发布会那天，直接把宣传海报，把我的海报到现场一人都打印出来，搁那儿发布。从这段采访中可以得知，于和伟起初根本就不想演刘备，他诠释出来的刘备完全是迫不得已，是导演硬拉带骗的结果。至于他为什么不想演，我觉得不光是他说的那样，刘备这个人物感情变化太单一，而是他看了剧本后发现刘备被写歪了。就拿刘备托孤诸葛亮这一情节来说，作者原本想展现的是刘备的深明大义和对诸葛亮的高度认可，这是一段被后人传颂的佳话。可经过编剧这么一改，变成了充满阴谋和算计的闹剧，使得整个故事的韵味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且这种扭曲人物关系的设定，还可能对不了解三国历史的人产生误导。他们可能会因为新三国的呈现而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产生错误的认知，以为历史上他们就是这样充满猜忌和斗争的。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你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新三国的创作思路与原著的偏差有多大。不知道大家看剧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儿怪怪的？反正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感觉人物不对味儿，整部剧的三观好像也有问题。比如曹操丧父起兵攻打徐州那场戏，剧中的曹操前一秒还在嚎啕大哭，后面听了荀彧一番开解后，竟瞬间变脸开心地笑了起来。听你讲话如饮美酒。当时荀彧又是怎么劝他的呢？给主公道喜。荀彧，你胡说什么？家父刚刚过世，我何喜之有？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祸相依，大事可期。按照剧中的这一段设定，荀彧认为曹操丧父正好有了可以攻打徐州的借口，毕竟古代打仗讲究一个师出有名，所以他觉得主公的父亲被杀害并不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新三国剧组所追求的人伦理念，可以说毫无底线，永远都是腹黑和权谋，以至于很多人设都崩塌掉了。在这部剧里，你说刘备是反大汉的甚至都没有问题。就拿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段来说，刘备竟然向曹操称赞袁术有称帝之志。淮南袁术有称帝之志，虽称帝失败，但曾经独霸一方，算得上是英雄了。也就是说，在刘备的眼里，篡汉称帝是英雄之举，这怎么可能呢？原文里刘备则是这样评价袁术的：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根本就没有提袁术称帝的事，因为刘备本身就是拥护大汉的，当时他还不知道袁术有称帝之心，如果知道了，就绝对不会说袁术是英雄这句话。而对于这些常识性错误，新三中饰演徐晃的演员表示，编剧和导演就没读过《三国演义》，这话可能是气话，但也是真的看不下了。要说新三编剧没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吧，但里面很多台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句一句的比着原文改的，本来可以直接用原文，可编剧非不用。有人说他是为了降重，所以才要在文字上做出改动。但问题是有些句子改得面目全非，和原文中的意思大相径庭。比如曹操评价袁绍这一段，原文里说的是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新三国里则是这样说的：袁绍色厉而胆薄，优柔寡断，做大事而牺牲，
见小利而忘义，绝非英雄。前半句没有问题，主要是这后半句见小利而忘命，这是在说袁绍做事分不清轻重缓急，总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丢掉根本。但辛三这里非改成见小利而忘义，一字之差，意思就完全不一样。见利忘义是说某个人人品极差，为了利益可以出卖兄弟义气，这用在吕布身上还差不多，跟袁绍的为人完全都不搭边啊！人家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4世3公，怎么可能会干出如此龌龊之事？所以这里编剧的水平你就能看出来了，简直拉到地底下了。剧中还有大量雷人的台词，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说了，反正就挺无厘头。有时候看它就不像是一部历史剧，更像是一部搞笑剧。对了，剧中的人物还总是喜欢大声密谋。大哥，这龙果的本事可不小啊，像他这种人不可落入别人手中，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干脆让我杀了，以除后患。休得胡言，把剑收起来。这难道是故意怕庞统听不到吗？看完这一段，很多观众都说庞统是听见张飞要杀他，这才回心转意。但其实原著想表达的是刘备知错就改、礼贤下士的格局，而庞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才坚定跟随了刘备。总之，新三国里很多情节、台词设计的都比较随意，把三国的历史厚重、文化底蕴和人物光辉都稀释的所剩无几，只剩下了滑稽和可笑。也难怪这部剧会受到众多观众的批评和吐槽，因为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部戏用没用心，是不是尊重历史故事、尊重人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在这个烂片泛滥的时代，饰演徐晃的陈伟老师是真的忍不住了，才把积在心里的话一口气都倒了出来。但他说自己也不是在埋怨谁，就是心里堵，感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应该被这样随意对待。作为4大名著之一，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他觉得演员有责任去演绎出角色的精髓，剧组也有责任去呈现出作品应有的品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能让更多的影视从业者意识到，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不能忘记艺术的初心和对经典的敬畏。在此也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用心制作、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影视作品出现，就像老三国这样，让观众能够真正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在一堆粗制滥造的剧集中无奈的叹息。